嘿，大家好，我嘉豪。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关于加拿大打工旅游度假的事情哦。说打工度假的话，最主要就是会两个部分，一个是就是打工，然后一个就是度假去体验当地生活的部分。打工部分的话，就是大多数人参加打工度假或者去澳洲会想的目的之一咯。那关于体验的部分的话，相信如果一般人要去出国旅游，我们一般想到的话就是会去说留学啊，或是说交换学生之类的啊。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都要花上很大笔钱，没有个50几万啊，甚至是100万，才有可能完成这个梦想。那以我个人部分的话，我这次会是以体验的目的为比较多。至于为何我想要选择加拿大呢？主要跟我个人的身份认同有关系。因为我个人的身份认同的关系，所以我已经听说加拿大对一些身份认同的人是非常友善的国家，已经听说是非常久了。而且加拿大跟台湾一样，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融合的国家。所以我相信加拿大在各方面其实跟台湾很像，甚至可能表现的比台湾的更优秀。这也是为何我今天想要选择在加拿大打工度假留学的原因之一。然后打工度假要花多少钱呢？其实这是最近很多人问我的问题。打工度假方面呢，有两个一定是要花费的部分是逃不了的，就是第一个是签证的费用，然后再加上机票的费用。签证加机票加起来大概基本的花费是3到4万左右。然后另外弹性的费用的话，是准备到那个国家1到2个月的生活花费。那这样算起来的话，以现在签证跟机票来讲好了，大概会是抓在4万到5万之间，看你机票是买的是什么时候，不然签证其实本身是还蛮便宜的。对了，这边顺便附注一下哦，加拿大签证跟澳洲签证不一样哦，它是要抽签的。像我个人大概抽了第三年，今年第三年我才抽到加拿大打工度假签证。这也是为什么要在今年出发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今年刚好抽到。另外的话，回去跟他话题，生活费方面的话，大概是最好是抓2个月左右会比较安全。2个月的话，加拿大的费用大概是要抓台币约10万左右。为什么要抓大概2个月呢？因为你到一个国家，其实你人生地不熟，你不见得一定会马上找到工作。那如果你没有在地的工作的话，用台币去花别的国家的消费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贵，而且钱会烧得非常快。你不需要工作就能够在其他国家生活，其实你也不需要申请打工度假签证，你直接过去度假就好了，是吗？但我想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没有那个财力，才需要去申请打工度假签证吧。以我个人而言的建议，我觉得最好抓，10万左右会是2个月，就是2个月的生活费会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毕竟你还要去适应那个国家的一些生活环境啊，一些人生地不熟事情，还有以及如何找工作之类的。然后说到工作呢，其实我已经在台湾先找到工作了。然后接下来我要聊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国呢？因为今年台湾年初的时候不是疫情爆发吗？然后因为那个疫情爆发的关系，导致我没了工作，我也刚好在那个时候拿到了签证，所以我觉得，哎，时机这么刚刚好，那我就来准备去出国打工度假好了。因为其实我以前就已经很想要去加拿大了，因为这个理由去研究了其他国家，其实其他国家的疫苗政策已经是非常开放的，尤其是比方说像是加拿大，已经不需要戴口罩了。那我觉得其实与其待在台湾，那不如就趁现在先去国外闯闯吧。7、8月是他们的旅游旺季，那个时候机票呢是非常的贵的，然后住宿也是非常贵。就像我前面所讲到的，如果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话，如果你到那个地方要找工作，其实没那么容易。然后你花了很多机票钱，住宿就变得比平常还要贵，然后又一直找不到工作，就钱烧得非常快。我是觉得在那个时间点出去是有一点危险，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拖到9月份才出发。是9月份开始就是加拿大的淡季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9月后才出发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那在这之间的空窗期呢，其实我也不是就是说给他闲着，先去跨国去找工作。然后我是怎么工作呢？等下来告诉你喽。Hello，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多人最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说我是如何在台湾先找到国外的工作的呢？
其实呢，我不是第一次打工度假，这已经是我第2次。我第1次是在澳洲打工度假。那依照我的经验，其实在澳洲呢是非常的大的，台湾是蛮小的，不管去哪里都蛮方便。所以台湾蛮多企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时候就会有点坚持说，你一定要到现场面试，就算是台北到高雄之类的工作。那这是台湾企业文化嘛？可是在国外他们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些地方真的是很偏僻。然后尤其是有一些偏僻农场啊，或是旅馆啊，他们都是非常远的，所以他们是可以接受你先去就是投履历，然后等他们确定你录取以后，你再过去就好。这是在国外还蛮流行、蛮可以接受的。那如何找到一些职缺呢？首先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不会英文，第一个应该是你会最常用到的，就是去各大社团。因为其实各大打工度假社团都会有一些人去，一些前辈啊，他们会试出一些职缺。那其实打工度假今年也不是第1年了，所以其实有一些厂商啊，他们也是会直接在一些打工度假社团抛出一些职缺。那通常这些抛出来职缺，大多数是使用华文，也就是用中文就可以沟通的。那当然有些工作它会限定你是需要一些语文能力，也就是说你要一些英文能力。毕竟你不可能，就算你老板是华人，你也不可能一直都用中文沟通嘛。你可能面对一些顾客，你还是可能是需要用到一些英文去沟通了。那第2个管道的话，就是一些各大的求职网。然后那些各大的求职的话，其实你只要上网打一些关键字，其实很多前辈呢，他们都会分享一些各大的英文求职网。像加拿大度假的话，他们政府出的 Jobber Bank， 我觉得 Jobber Bank 还不错，还蛮方便的。它其实可以快速的帮你去筛选哪些就是工作，他们的老板是愿意接受外国人的身份，他可以进行一些筛选。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因为最近不是乌克兰战争嘛，他甚至还有一个类别是可以筛选否那个乌克兰或是香港人的去工作的，就是这个职业类别，他是可以接受香港人或移民这些难民的，就是的身份别，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所以加拿大的 Jobber Bank 是非常的好用。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因为我自己录取的工作是那个旅馆方面的工作，然后我上那个 H Hotel， 就是加拿大他们专门在找旅馆方面的工作的一个网站。大公司的话，他们会蛮愿意去接受一些，就是你只要有合法的工作签证，就算你是打工度假签证，他们也是蛮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因为自己是打工度假就觉得，我好像就只能做一些，就是不用帮自己限定太多啊。其实很多工作类别，尤其是大公司，他们都蛮愿意接受。只是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工作意愿你是想要找靠市区的话，那你语言能力真的是要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语言能力不够好的话，其实像工厂或农场这类的工作啊，都还算是还蛮好找的。那大概是这样了。那关于对了，我还没有分享到我是怎么样去找到这工作的吼。这份工作的话，我是在网站上找到工作后，首先我是先投履历给他们，然后我就接收到面试通知。然后接受面试通知啊，因为是有时区的问题，所以我要配合他们的时区。我当初在面试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等于是那边大概是早上12点多左右吧。然后去线上做一个面试。然后第一次面试的话，当然是先跟人资面试，然后面试完后再跟主管面试。经过了2次面试以后，我就在台湾收到了正式的工作录取信，也有签合约哟，就是每个公司不一样，我的那个算是比较有点正式一点，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比较正式一点签合约。是如果有些比较不正式，比如说农场之类的话，他们也是会以一份录取函，至少会寄一份录取函给你，以此为通知，不会只有口头约定。所以基本上大多数只要是正派的公司，他们都会给你一个正规的录取信，不管是有没有那么的正式的程度，基本上一定会有录取信啊。要不要签约是一回事，可至少会给个录取信，大概会是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为什么要拍这支影片呢？主要就是想要记录一下我这次加拿大度假打工旅游的生活，然后也想要看看之后这个打工度假回来后的前跟后自己的差别会有多少转变，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主要也是因为平常都是用那个部落格形式来做记录，所以这次想要试试看用影音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关于我的部落格呢，我到时候下面会有连结。
然后我另外的话有做一个那个打工度假的问卷，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啊，或想问我的话，都可以帮我写一下问卷，我就会去集中大家意见来回复你哦。那谢谢你，今天公告这边有什么可能讲的不够好，或是漏掉什么啊？因为毕竟之前实在是没有什么这样子拍影片对讲，其实是跟自己讲话，其实有时候真的蛮尴尬的，觉得有一些 YT 还蛮厉害的诶，我觉得要自己跟自己讲话，其实有时候尴尬指数真的很破表，所以有什么讲的不好的地方呢，或是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想问的都欢迎留言给我今天就这样啦，拜拜。